包露是父亲的现任妻子与前夫生的女儿，和于北堂异父异母，也不在一个户口本上，却要以姐妹相称。包露没喊过一声妹妹，她也没叫过姐姐，只是住在同一房间的陌生人。狭小的房间摆着上下铺和2张书桌，就塞得满满当当，只有一条走路的过道，爬去床铺拉上帘子，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小空间。她从枕下拿出蓝牙耳机戴上，不足5分钟提示电量低。晚上写卷子一直戴着耗光耳机，电量还没充。耳机没电，包露聊天的声音愈发清晰。我晚上去超市找林庭月，说了你过生日的事，她不去。林庭月又冷又凶，我有些怵她，还不会说话，没个沟通，咱别邀请她了，或者你换个人喜欢。视频里的女孩说，咱学校没人比林庭月帅，我不换。包露，帅有什么用？他根本不理人，想追都没机会，又是林庭月。深夜被迫听这些，于北堂烦躁地翻了个身。或许翻身幅度过大，下铺安静几秒，但很快又传出声音，就那样吧，大城市的小公主清高着呢，怎么能跟我们一起玩？于北堂听出这句话在讲他。父母离婚后，母亲给当时只有3岁的于北堂改了姓氏和名字，并毅然决然地带他去北川市打拼。奋斗多年，于敏从打工妹变成老板，钱赚了不少，却始终没得到落户北川的机会。原计划于北堂高中毕业出国留学，高2他突然迷上表演，要在国内学表演，又不满足北川市异地高考条件，只能回户籍所在地参加考试，转学手续参加考试，转学手续早办了。之前专心准备艺考没回来，艺考结束后，于敏决定放下工作，带于北堂回丰胥县生活半年。他托人在县里租了套房子，找好家庭教师，整理好东西，准备周末出发。未曾想周5晚上，于敏出门和朋友聚餐的路上突发车祸，从此和女儿阴阳两隔。母亲去世后，于北堂才知近一来家里生意亏损严重，欠下许多外债。于敏为让他安心备考，瞒得密不透风。他转掉门店，卖了房车，一切值钱的东西还清于敏欠下的债务。一夜间，他不仅失去母亲，还失去衣食无忧的富足生活。在北川于北堂只有陈希平一个亲人，表哥要工作没办法来丰胥县陪读，又不放心他独自在陌生的环境生活，便联系于北堂多年未见的父亲赵生。来丰胥县的前一天，陈希平条理清晰地分析他过来后可能会遇见被同学排挤、被流氓骚扰、被继母为难等情况，事先有过心理准备。面对包露的不喜欢，于北堂没有任何情绪波动，甚至能冷静地分析出原因。他空降到赵生家，分去包露一半房间，不喜欢也正常。高考后便是末路，短短几个月，他没想要谁喜欢。林庭月回来了，包露猛然一声惊呼，于北堂吓得心率过快，坐起身，拉开布帘，朝下铺提醒：快2点了，早晨还要去学校。最后10分钟，包露举着手机贴在窗玻璃上，头也没回地说。于北堂坐在上铺，视线正对路对面的矮楼，对面窗玻璃映出身姿笔挺的少年。他换掉鞋，摘下帽子，拿起桌上的水瓶，仰头灌了口，放下水瓶，阔步走到窗边，拉上窗帘。那帘只一层纱，遮住细节，遮不住轮廓，一走一动都印在白纱上，剪影似的。林庭月穿的不是傍晚那套沾了灰土的衣服，上身是宽松的黑色连帽卫衣，他扯住卫衣，衣角都透脱下，精窄的腰线隔着纱帘一览无遗。于北堂倏地拉上床帘，隔断视线。啊，他腰好瘦，肯定有腹肌。包露手机里传出女孩的叫声。卧在床上的于北堂掌心发热，那平坦坚硬的温热触感仿佛还留在手上。当时风大，车速快，又害怕，他根本不知怎么摸到林庭月腹肌上的。事后回想，真是社死现场。隔天早晨，赵生带于北堂去学校，想女儿尽快适应学校环境，请求学校把于北堂分到包露的班级。临走前叮嘱包露多照顾于北堂，晚上2人一起放学回家等。放学铃声一响，包露就和闺蜜们走了，一句话没讲，于北堂意料之中。入学第1天，他和同学还没熟到结伴同行的程度，只能一个人回家，独自穿行在狭长曲折的羊肠小路。他心生恐惧，给陈希平打电话，走一半，陈希平因有工作匆忙挂断，没人陪伴。他加快脚步往家跑，拐进赵生家所在的巷子，放慢脚步缓口气，又继续向前。咻咻，口哨声由远及近，于北堂敏锐回头，那4个流里流气的小流氓不知何时跟在他身后。在家附近，于北堂第一反应给赵生打电话，打不通，又打给继母打，没人接，联系不上家长，
他拨出报警电话，不等接通，手机被领头的小流氓抢走。穿校服也他妈这么好看，脱了更好看。4个男人拿着他手机，下流的嬉笑着。领头的小流氓脸上有条细疤，他捏着于北堂手机在手里转了一圈，说：“你爸今晚夜班，这会儿在井下干活，包路他妈在街东头的麻将馆搓牌，包路和钱姨在外面玩，家里只有个小学生弟弟在睡觉。你想打给谁？”他握着于北堂手指强行解锁，点开最近通话，原来想报警啊！告诉你吧，110转到附近的派出所需要时间，不如直接打咱这附近的派出所电话，号码是8865。下次记得打这个号更快。这些地痞流氓对赵生家的情况一清二楚，还对附近派出所的情况了如指掌。于北堂毛骨悚然，想像上次那样推开他们跑，手腕却被他们用力抓住，跑不出去。还想跑？我们不会蠢到在四处追你。脸上有疤的小流氓色眯眯地盯着他，长这么白，你喝牛奶长大的，不愿意做我女朋友也行，亲一口就放你走。手机不在手里，拼体力没有胜算，给他亲更不可能。于北堂茫然地望着前方，巷子深处有家不起眼的小超市，红色灯牌在夜里格外闪耀。超市来往的人多，或许会遇见好心人帮忙解围。他决定试一次。于北堂抬手朝前一指：“我口渴，先让我去买冰水。”“喝什么？让2毛去买。”“想不出，我要自己挑。”小流氓想了想，扭头对抓着于北堂的2个跟班说：“带他去。”于北堂从顺地走在路上，脑子飞快运转，盘算着走到超市门口，看见人就大喊救命。距离不远，几人很快走到超市附近，见有人从超市出来，于北堂立刻起唇要喊，唇刚张开，脸上有疤的流氓捂他嘴拖到一旁。4个人重新围住他。有疤的流氓说：“我就知道你有猫腻，告诉你吧，这家超市的老板整天在里屋搓麻将，自己的孩子都不管，不会有闲心出来管你。”于北堂不敢再激怒他，含糊不清地说：“我是想说我要喝橙汁。”他边说边盯着马路对面。超市很小，整个店面只有一对玻璃门，店内没有顾客走动。收银台后坐着个冷峻少年，他戴着黑色棒球帽，帽檐压得很低，垂头不知在看什么。是林庭月。遇到同学，于北堂喜出望外，听包路讲过林庭月耳朵可以听见声音。他狠狠踩了脚身边男人的鞋，那人疼得叫了声，破口大骂：“你他妈的踩我干什么？”于北堂装无辜：“对不起，我没看见。”骂声不小，但玻璃窗里的少年没抬头，怎么能在不激怒刀疤脸的前提下制造出大声？于北堂正想着，脸上有疤的流氓忽然把他按到墙上，臭烘烘的口气扑面而来，他干呕一声，抬手狠狠甩对方一嘴巴：“滚开！”怒吼声震彻小巷。林庭月终于抬起头，隔着玻璃和街道与少女惊恐的目光撞在一起。于北堂激动得顾不上刀疤脸的愤怒，可仅1秒喜悦就散了。林庭月面无表情地收回目光，低下头，继续做自己的事，对窗外的人和事犹如没看见，与昨天从他面前走过时一样淡漠。怎么能指望一个同样喜欢打架斗殴，眼里时刻透着冷漠的人来帮助自己？小流氓挨了一巴掌，不会善罢甘休，而能想到的办法都试过了。于北堂的心快速下沉。果然，那流氓恶狠狠地往地上啐了口：“给脸不要脸是不是？”一股强烈的力量将于北堂推到墙上，骨肉重重撞到砖上，痛疼蔓延。他紧抿双眉，奋力挣扎，奔着他的2个跟班力大无穷，挣脱不掉。校服被粗暴地扯下，扔在地面。他一路清醒的大脑在这一刻轰然坍塌，2行泪无声划过脸庞。咣当！超市玻璃门被踢开，戴着黑色棒球帽的少年站在明亮的灯光下，手抄兜，眸色冷沉。他阔步向前，抓起脸上有疤的流氓衣领，抬手一拳。流氓的跟班们松开于北堂围上去。林庭月从后腰抽出根木棍，对准2人颈部抽过去。2个小跟班吃痛地捂着脖子，不敢再向前。有疤的流氓一手捂着嘴角，一手指着林庭月：“小哑巴，咱井水不犯河水，少管闲事。”林庭月看都不看一眼，也不听他说什么，转身从后一脚踢在流氓膝盖窝上。那人一下跪在于北堂面前，手撑地面要起来。林庭月抬脚踩在他背上，手往前一指，示意向于北堂道歉。流氓不服，他才来咱们这3天，别说是你女朋友。林庭月不耐地拧了下眉，放下脚的同时，抡起手里的棍子抽下去。流氓趴在地上摔了狗啃泥，没等起来，林庭月又抬手要打。小跟班扯住林庭月胳膊：“我们跟他闹着玩呢，没想怎么样。你要是看上了，
让给你就是，左邻右里的，别为了个女人伤和气。脚踢了下脸上有疤的流氓，是吧，强哥？林廷岳抬脚踩在脸上有疤的流氓后背，表明不道歉别想走。打架打不过，劝也劝不听，急得有疤的流氓飙脏话：操，老子惹不起你这没爹没娘的野狗，别他妈的踩了，我道歉还不行？他抬头看于北堂，对不起。于北堂的脊背向后撞着硬邦邦的墙，还在往后贴，像要钻进墙里。林廷岳的目光移到拿着于北堂手机的黄毛身上，那黄毛忙把手机还给于北堂，妹妹别怕，我们跟你闹着玩呢。于北堂警惕地接过手机，林廷岳才收回脚放了他们，几人一溜烟地跑了。小巷恢复幽静，橘色路灯笼罩在少男少女头顶，于北堂顺着墙壁滑坐到地面，像被抽掉筋骨般无力，无心去管地面的校服，也忘记道谢。林廷岳弯腰拾起地面的校服，拍打掉灰尘，放他怀里，再没有多余的安慰和关怀，转身要走，耳畔传来一声少女孱弱的谢谢，他脚步顿住，拿出手机打了行字，放在他眼前。手机屏幕在暗夜里发着莹莹光芒，那行字于北堂看得真切：回家吧，外面冷。